OpenAI 这次呢是发布的这个叫 Sora 的这个大模型。首先呢，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嘉宾呢做一些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是何一辉 Ethan。我现在是在英伟达做资深算法工程师，主要是负责开源大模型的训练框架。然后之前呢，我本科是在西安交大，之后在这边卡耐基梅隆读的 Master，也在 Facebook AI Research 做过工作。我是学术引用有6000，在知乎上，然后是一个答主。更多的是从这种技术啊，就是说你看完之后，你会第一感觉是从这个技术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技术角度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突破非常大的点。第一点是它视频是1分钟的长度，而这1分钟的长度是非常可怕的。在 Sora 之前，其实大家也有很多这个视频生成模型，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只有1-2秒，最多10秒这样子。第二点呢是它的视频的变化幅度非常大，它可以甚至就是切换镜头，然后镜头在移动，这一点也是之前视频模型做不到的。就是之前比如说他们那种，像 Stable Diffusion 也有一个叫 Stable Video Diffusion，它能做十几秒，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物体在稍微的移动，它并没有很大幅度的在变化。你可以理解为它其实还是一个图片，就变成了一个动图了。之后呢，就是这个 3D consistency，物体3D 的这个属性保持得非常好。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从不同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人。如果人在视频里面转的话，他人的脸可能就变样子了，也就说明 Sora 它其实理解了这个物理世界。这3点是我觉得非常大的技术突破。对，这个其实我看那个 OpenAI 他们公布出来的这个技术报告里面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物体在这个移出这个镜头视野之外，然后再回来的话，它应该还在那个原位，所以对，我我也可确实就以再补充一下，比如说大家跟那个小朋友玩儿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嗯你把自己脸挡住，然后你再把脸露出来，然后他会觉得很惊讶。就这个嗯。其实是小孩儿他其实不太能理解一个人是同一个人，他可能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然后就有新奇感，所以他觉得很惊讶。这个换到大模型时代以前的话，就大家可能会做，比如说物体分类，那就会叫标注员去标注数据，就比如说这1000张图片，然后都是猫，1000张图片都是狗。这个嗯。模型它能识别出猫或者狗，但是它不知道这个猫是这只猫，不是另一只猫。所以它其实是有了一个记忆同一个物体的能力，并且呢，它还是一个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物体的能力。通向这个 physical world simulator 的一个 promising path，就是说这可能有希望的一条道路。他们觉得能不能结合你平时这种工作，然后谈谈你自己的理解呢？就我们现在呢做的是这个大模型训练框架，这个框架也是支持训练万亿规模的模型，GPT-4它就是这个万亿规模的模型。就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增长暂时还没有看到尽头的，至少5年内啊，它还是可以继续是变强的。至于通向 AGI 的话，我其实没有特别倾向于某一个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它其实是一个30年河西的这个事情。比如说大家想这个，数据挖掘时代，然后计算机视觉时代，然后到现在大模型时代，其实每一个时代它的那个算法都是不一样的。这里面的关键在于 scaling law，就规模定律，就看哪一个算法能够更好的利用最大的算力。OpenAI 它公司的信条里面就写了 scale，就写了规模，就他们最相信的就是把规模做大。当你一个算法，如果你用全世界所有计算机去训练它，它不能产生相应的效果的时候，那说明它不是一个好的算法，这时候你就该换一个算法了。亚诺昆他也说过，就是5年之后，他相信算法将不再是现在的这个 LM，将会换成另一个算法。这个我是部分认同的，因为就是从历史定律来看，确实就是5年就会换一个算法。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怎么样用最多的数据以及世界上所有算力进行训练。其实现在算力这个事情的增长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你从全世界的电力使用来看，训练 AI 使用的电力可能不足全世界电力的1/1000。嗯，所以还是得看多这个英伟达是吧？就是接下来 Sora 可能大模型的一些应用吧，应用场景。刚才我记得好像还提到，就是下一步 OpenAI 会怎么样对它升级。Sam Altman 他在 Twitter 上他也说了，他们现在开始要求少数的那个创作者已经开始可以使用，他们管嗯。这个叫 Red Teaming，对这个模型做一个更完整的 evaluation，看一下这个模型有没有漏洞。如果现在就开放出来，那肯定网上冒出来很多人，他就要用这个去做一些什么诈骗之类的去赚钱。
他们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做更完备的 evaluation，然后确保这个模型不会输出这种奇怪的东西。等这个做比较完备之后，他们应该就会发布。这个在 ChatGPT 的时候还是比较久的，就是 ChatGPT 他们这个后半段甚至做了有好几个月，可能 Sora 他们有了之前的经验会稍微短一些。我觉得应用的话，我从看他们就是邀请创作者已经看出来，就是他们比如说会邀请一些就好莱坞的这个创作者，就看能不能把这个用到电影里。他们也邀请一些视频创作者，看能不能让他们做更好 YouTube 视频。就是说英伟达你在里面感受到是这种公司它这种硬件的属性更强，还是说你所从事的这方面软件的属性更强？现在还是以硬件为中心的，软件主要还是支持硬件。当然，我们不可能训练一个大模型要跟 OpenAI 和 Gemini 去 PK，但是我们做的是把这个训练框架进行开源，这样子就有更多公司可以用我们的训练框架进行训练。当他们用英伟达的 GPU，然后以及我们训练框架，就能有一个加成的效果，让他们这个训练更高效。而且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做大模型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这样我们也能及时反馈给这个硬件团队。他们其实在设计下一代 GPU 的时候就已经involve我们了，他们就是为下一代神经网络架构进行提前设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 AMD 的一个很大区别在。就如果你看 AMD 的 GPU 和英伟达 GPU，甚至 AMD 的它有一些显存更高，算力更大，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还是用英伟达的 GPU 训练？因为这个软件兼容的更好。OpenAI 或者说其他一些大公司，他们这种主要的这种发力点，伊森呢，你对这个近期的未来会有什么期待呢？我还是想从 scaling law 这个规模定律上面来解释，就是你的网络变大，然后以及数据变大，一个数量级，然后你的这个模型的效果就会进入到下一阶段。现在比如说 GPT-4，它已经利用了世界上所有的网络上文字，从互联网诞生以来进行训练。那你怎么样去再找下一个10倍的这个数据呢？就其中一个就是视频，他们现在也在搞 Google、YouTube 上，然后所有的视频都要用下来，并且 efficient 的去训练，把这些视频很好用到。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视频和文本一起做训练，它的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个是需要一定突破的。另外一点就是，当视频、文本都已经用完的时候，这时候你怎么再找下一个10倍的数据？其实现在就是 OpenAI、特斯拉也都开动起来了。就 OpenAI 呢，它现在有一个叫做 Super Alignment 的项目，是未来4年，它是想通过就无监督的方法得到一个更强的模型。Sam Altman 他说了，每天他们 ChatGPT 的应用都会产生这种万亿级别的文字，但这些文字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去用到训练中。其实之前 ChatGPT 也出现过这个模型效果下降的问题，他们用了一部分这些用户与 AI 交互产生的数据去做训练，但是这个并没有提升到 AI。所以当他们发现一个能够利用到这个10倍甚至100倍有效利用这些数据的方法的时候，这个模型就会到下一个层次。另一方面就是特斯拉了。他们每天都会产生这么多路上的这些视频，而这些视频也是其他公司不具有。它怎么样把大模型应用到这里？这个可能就会诞生全自动驾驶。所以你说的这个 scaling law 的话，比如说有些大模型它已经产生这个涌现的这个能力了，它会不会在某个阶段碰到瓶颈？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加这个 scale，它都无法再让模型再更优化。对，瓶颈是有的。就比如说这个 OpenAI 这个超级对齐里面就说到一个瓶颈，当你这个模型已经比人类强的时候，然后你怎么样去进一步提升它？因为现在的这个数据基本上都是人标注的。就比如说这个，现在 ChatGPT 要进行对齐，模型生成不同的答案，然后人去判断哪个答案更好。当一个模型生成的这个东西太复杂，然后人都没法判断好坏的时候，那这就会出现一个瓶颈。怎么样去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强？而且现在其实大模型也非常难进行评测，很多大模型它去刷榜，然后榜上的数据很好，但是其实效果不行。就 OpenAI 他们其实也去刷榜，他们把刷榜刷出来的模型一蕊例，结果用户反映说这个模型变笨了，比较难去做评测，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他们想做的超级对齐就是想解决这样的瓶颈。AGI 这方面的一些概念，可能就水到渠成，大概是这样的。我可以讲一些 AGI 比较明确的一些，就是从第一性原则来讲一下。
AGI 这个东西，它从理论上讲一定是能实现的。它是最简单粗暴实现方法就是进化算法。进化算法它需要什么样的算力呢？它需要一个能把地球演变到现在这个算力。这个算力可能是一个恒星级的算力，你需要用太阳所有能量才能算出来这个结果。所以进化算法它不是一个非常 efficient 的算法，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高效的算法。是芯片它有摩尔定律，多少个月芯片会快多少倍，但是这个大模型它是有这个规模定律，这就是数据和模型大一个量级，这个模型的效果它就能线性的稳定增长到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非常 efficient 的算法，它可以利用规模定律不断的变好，这个就是达到 AGI 的一个基础理论。